黑海舰队新基地遇袭，新罗西斯克港起火，黑海舰队将获得维克多、维利基号与台风号，对黑海局势有什么影响？俄军进攻哈尔科夫时，乌军的星链终端曾瘫痪，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普京无意占领哈尔科夫，乌军正在稳定局势。美海军战舰海上重新武装 TIM 系统即将进行海上测试。英国加快炮兵计划，购买 RCH-155榴弹炮。事实证明，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损失大部分舰船之后，黑海舰队就开始逃离塞瓦斯托波尔，将剩余的大部分舰船转移到位于黑海东岸北侧俄罗斯本土西南部的新罗西斯克港，还有一小部分舰船被转移到克里米亚半岛东侧的费奥多西亚港。俄罗斯本以为万事无忧了，但没想到逃跑也没用。5月17日，乌军无人机、无人艇从海空两面对新罗西斯克发动大规模攻击，并引发大火。5月17日，俄遭遇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过去的一夜里摧毁了乌军102架无人机与6艘自杀式无人艇，其中在克里米亚上空拦截了51架无人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境内拦截44架，在比尔格罗德拦截6架，在库尔斯克拦截1架。此外，黑海舰队的海军航空兵和巡逻艇还摧毁了6艘自杀式无人艇。针对这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也是按照惯例表示来袭目标全部被拦截，没有造成任何损坏或人员伤亡。不过事实证明，距离前线330公里的新罗西斯克港与距离前线430公里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都遭遇袭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总部称，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图阿普谢炼油厂起火。图阿普谢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第4大炼油厂，目前已经进入紧急关闭状态。该炼油厂1月份遭遇无人机袭击，在4月底恢复运营，结果5月份再次关闭。有消息人士称，无人机击中了图阿普谢的液化石油气生产装置，而原油蒸馏装置则完好无损。此外，当地居民称，新罗西斯克港口遇袭并引发火灾，当期至少有19起爆炸，港口和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只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海军舰艇或其他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俄罗斯将黑海舰队的舰船部署到新罗西斯克港，本意是躲避乌军无人机、无人艇的袭击。英国国防部长在3月份也表示，俄罗斯正在加强新罗西斯克港的防御，只是就火力军而言，舰船停在港口一动不动只会更危险。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次袭击中，乌军使用了 LYU-TYY 无人机，这是一种乌克兰设计、具有双臂尾翼布置的无人机，与土耳其 TB2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加上北约的情报支持，打击港口这种定点目标简直不要太简单，一轮饱和式攻击就够了。虽然俄国防部宣称拦截102架无人机，但火力军认为乌军实际发射的无人机比这个数字更多。俄罗斯这边为了补充黑海舰队的战力，将2艘正式下水的军舰移交给黑海舰队，216型巡逻舰维克多、维利基号与22800型小型导弹舰台风号都将加入黑海舰队。2艘新船的加入的确可以补充黑海舰队的战力，但是如果俄罗斯希望以此来改变黑海局势，那基本不可能。这2艘新船的同级舰已经成为俄罗斯海底舰队的一部分。维克多、利维基号属于2160项目的第5艘巡逻舰，由圣彼得堡北方设计局开发。其同级谢尔盖科托夫号在2024年3月5日就被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炸毁。台风号则是2800项目中的小弟，其前辈阿斯科尔德号2023年11月4日被乌克兰巡航导弹袭击，据称这艘船已经损坏，无法修复。哈尔科夫方向，俄军仅抵达第1道防线，乌军各旅炮弹充足，将进一步阻止俄军前进。5月17日，俄罗斯通讯社俄新社援引普京的话报道，俄罗斯不打算占据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发起攻击的目的就是建立缓冲区，减少乌军对比尔格罗德的炮击。只是就战局来看，不排除俄罗斯故意诱导乌军的可能。截至5月17日，俄国防部称占领哈尔科夫的12个定居点，并继续向前推进。左侧利普奇方向，俄军一度攻击到郊区，但遭到乌军反击。俄军攻击速度放缓，但仍然以米为单位推进。右侧沃夫昌斯克方向，俄军试图从沃夫昌斯克左右包抄这个定居点，战斗还在继续。
俄军一边推进，一边将利布奇和沃夫昌斯克连接起来，形成新的缓冲区。此外，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俄军已经将作战范围扩大近70公里，并且正在集结第6集团军以及第11和第44集团军的作战部队，试图进一步推进，逼迫乌军从预备役中部署更多旅。预计接下来的哈尔科夫将发生激烈战斗。不过，针对俄军的猛烈攻击，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均表示，乌克兰能够阻止俄军的进一步推进。5月17日，泽连斯基在面对采访时表示，俄军当前仅抵达哈尔科夫3道防线中的第1道防线，并且乌军的各个旅都有充足炮弹，完全可以阻挡俄军的进攻。在俄军进攻哈尔科夫的时候，乌军的星链终端曾瘫痪。5月17日，华盛顿邮报援引从乌军获得的消息称，乌军的星链终端在5月10日俄军进攻哈尔科夫时瘫痪。据了解，在俄罗斯与哈尔科夫之间约40公里的边境地带，乌军第125国土防御旅每天都会使用侦察无人机监视边境情况。5月10日上午，乌军第125国土防卫旅失去所有视频信号，看不到俄军的任何行动。为乌军提供基本通信的星链终端也出现故障，只能依靠无线电联络。这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2个：俄军对乌军的星链终端实施了干扰，或者星链出现网络硬件故障。就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这是俄军做的。之前就有消息表示，俄军也在乌俄战场上使用了星链，可能是从战场缴获，从而获得了乌军星链终端参数。不过目前乌克兰军方和 SpaceX 都没有对此做出具体回应。对乌军援上，丹麦再次出手，援乌56亿丹麦克朗。5月16日，丹麦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6亿丹麦克朗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其中24亿丹麦克朗用于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还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火炮、炮弹、反坦克地雷，以及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直接投资。此外，丹麦还预留资金用于即将交付的 F-16。荷兰、丹麦、比利时和挪威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65架 F-16 战机。丹麦和比利时的 F-16 预计到6月份就能抵达乌克兰。在爱国者 F-16 的加持下，乌军有望改变战场制空权，俄军投滑翔炸弹的日子离结束不远了。目前，丹麦已经成为乌克兰第4大军事援助国。截至到2024年2月，丹麦已经承诺提供大约47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并且在5月16日，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表示，美国已经在乌克兰准备另一项援助，使得乌军可以在哈尔科夫对抗俄罗斯。美海军战舰海上重新武装即将进行海上测试。当前美国海军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海上作战时无法及时补充作战舰艇的导弹。截止到2月中旬，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仅向胡塞导弹和无人机发射了100多枚标准系列导弹。在大国竞争中，使用防空导弹的数量只会更多，所以海上装备重新配备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在补给导弹这方面，海军没有能力独立的对 MK41 或者 MK57 VLS 阵列进行海上重新武装。海军的潜艇补给舰虽然可以在海上将导弹和鱼雷装载到潜艇上，但海军目前只有2艘这样的舰船。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冲突中，作战舰艇发射完导弹之后，就必须回到港口对垂发单元进行重新装配。不过，对于美军而言，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种模式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为美军舰艇提供后勤补给以及维护的设施较少，并且都处于对手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美国海军认为，战时情况下，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可能无法安全进入港口对垂发进行重新配置。考虑到这个问题，美国海军认为，想要赢得战争，就需要对现有维护方式进行改进，使得美国海军的作战舰艇可以在高海况和高强度作战的情况下实施海上重新补给。美国海军给出的方式就是使用绞结式起重机、垂直提升和旋转导弹筒，然后将其塞到发射单元中。这个概念又被称为可转移式补给机制。根据海军提供的数据，在2023财年，海军为 TRAM 系统分配了39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研究测试。在2024年分配了1240万美元。当前的 TRAM 主要与现有的海上补给舰结合使用，可以在海况5的水面舰艇上重新装载垂发单元。伯克级驱逐舰伯特号与干货弹药船威廉麦克莱恩号在2023年8月就已经在诺福克海军基地码头进行了测试，预计2024年夏季进行海上测试。这个方式其实法国已经试验过了，的确可行。
5月9日，法国国防部宣布，谢瓦利埃号补给船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之间的补给中，首次在海上进行了紫苑导弹的转移。法国是在航母甲板上放一个车载起重机，然后重新装填垂发单元。这种方式可以使海军的作战舰艇在战区停留更长的时间。当然，战舰海上重新武装，也就意味着海上补给船也需要部署在前沿作战地区，这就需要派遣军舰保护它。对于美国海军而言，这就是星座级的任务了。英国加快炮兵计划，购买 RCH-155 自行榴弹炮。5月2日，英国陆军宣布，第一皇家骑兵炮兵团在不列颠群岛进行 AS-90 的最后一次射击。之后 AS-90 将在爱沙尼亚和英国陆军特遣队、粒子中队中继续服役9个月。根据官方计划，美国陆军最终将在2030年彻底退役 AS-90。取代 AS-90 的就是瑞典弓箭手以及德国的 RCH-155。2023年10月，第一批弓箭手交付英国陆军第一深度侦察打击旅，预计2024年就能实现初始作战能力。不过，英国只购买了14套弓箭手，目的是弥补英国原屋 AS-90 而造成的设备缺口。真正取代 AS-90 的应该是德国 RCH-155。2024年4月25日，英国总理里希·苏纳克访问柏林期间宣布，英国陆军计划采购基于全师权的 RCH-155 自行榴弹炮，以满足其移动火力平台的需求，并取代 AS-90，还宣布与德国共同开发这一装备。在2024年5月15的议会会议上，英国国防部国务部长詹姆斯·卡特利奇透露了有关英国采购 RCH-155 自行榴弹炮的事情。英国估计该联合方案的价值可能超过30亿英镑，而 RCH-155 的单价为1200万欧元，预计将购买250辆 RCH-155。RCH-155 自行榴弹炮的重量不到30吨，由2名机组人员操作，1名指挥官和1名司机，射速达到了每分钟9发，有效射程为40公里，使用增程型炮弹的有效射程为54公里。不过，英国之所以选择 RCH-155，主要还是其机动性。RCH-155 自行榴弹炮的作战范围达到了700公里，最高时速每小时103公里，结合了火力和机动性，完美符合英国对机动火力平台的要求。澳大利亚国防部官网当地时间4月27日消息，澳大利亚决定向乌克兰追加高达1亿澳元及66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紧缺的防空导弹。据悉，此次澳大利亚援助乌克兰的防空导弹为瑞典制造的 RBS-70NG 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导弹，采用了激光指令制导，而非其他 Manpads 常见的红外热成像制导，这使得 RBS-70的抗干扰能力大幅度提升，并且此种防空导弹不只可以对空射击，还可以在激光引导下对地面或者海面的暴露目标进行射击。同时，由于采用了激光制导模式，所以 RBS-70的最大射程约为7公里。远超红外制导的毒刺导弹的 4.8 公里射程，所以一些国际军事专家认为 RBS-70 是一种近程防空导弹系统，而非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此外，在1亿澳元追加援助计划中，除了5000万澳元用于 RBS-70 短程防空系统之外，剩余的3000万澳元将用于为乌军购买无人机，而另外1500万澳元将用于购买头盔、充气艇、靴子、消防面具和发电机等装备。澳大利亚在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一向积极，澳军所援助的包括120辆大毒蛇装甲车和6门榴弹炮等武器装备，已经在乌军中投入使用，或正在运抵乌克兰的路上。作为库杜行动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目前依然有国防军部分现役人员正在英国训练乌军战斗人员。5月13日当天 ，X 上的博主宣称，德国汉堡市市长向乌克兰驻德国大使移交了第一台 GCS-200 遥控无人扫雷载具，并承诺在8月之前还将移交3台同样的无人扫雷载具。GCS 是一家专门从事地雷、简易爆炸装置和其他爆炸危害处理的全方位服务提供商。其公司旗下的 GCS-200 是无人遥控载具中的一款重型遥控履带式平台，专为重型清除任务而设计，在高威胁环境中具有卓越的生存能力。
此外，汉堡参议院决定拨款约1000万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克兰的排雷工作。这部分资金将用于采购包括医疗用品和排雷设备在内的各项物资。据悉，该决定建立在团结与未来公约的基础上，部分资金来自汉堡当地居民的捐款。胡塞武装袭击美军梅森号，并再次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据也门媒体报道，5月16日，胡塞武装击落一架无人机。有消息人士称，这架无人机是美军的 MQ9，但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就实战情况而言，胡塞武装的确有机会击落 MQ9。在4月27日，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就表示，胡塞防空部队在也门北部萨达省使用导弹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这次再击落一架也不是不可能。此外，据路透社5月16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在红海上空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反舰导弹与2架无人机。近期，胡塞武装加强了对红海船只的袭击。除了梅森号之外，胡塞武装还在5月15日宣布，将海上一艘名为命运号的船只作为攻击目标。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近期并没有发生针对命运号的袭击。据德国慕尼黑信使报5月13日报道，挪威康士伯格公司将与德国一起开发超音速反舰导弹 3SM 提尔芬。据悉，提尔芬导弹将取代康士伯公司现有同类产品，预计于2035年服役，届时安装在德国和挪威的海军舰船上，从而加强挪威和德国的国防能力。据朝鲜朝中社报，金正恩这2天视察了本国火星 11D 弹道导弹的生产工厂。从车间摆拍的照片来看，工厂内的导弹堆积成山。火星 11D 被认为是朝鲜版伊斯坎德尔，射程虽不到200公里，但却拥有低廉的价格，可获得强劲火力。相较于射程500到800公里的火星11弹道导弹发射车2枚的载弹量，火星11D 的发射车载弹量提升到了4枚。面对朝鲜近期加强的援俄力度，有不少人觉得，只要俄军付钱下订单，这数百枚导弹随时可以发货交到俄军手中。毕竟现阶段的俄军对各类制导武器十分缺乏，但由于本国产量有限，所以经常会从朝鲜采购武器。据外交消息人士和情报部门称，朝鲜向俄罗斯运送的军事装备种类很多，包括炮弹、火箭弹、轻型弹药以及短程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等，大大增强了俄军的进攻能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在哈尔科夫方向，乌军能挡住俄军的进攻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